没开始吗？大家晚上好。对，我们开始又一次的周五直播。上周五我们是休息了，这周五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直播吧。对，然后直播之前让我先去发推。走你，然后这里。好，第一个，老范晚上好啊，你也晚上好。祝川的统领万寿无疆，马副主席永远健康。哎呀，这个川的统领80多岁了，还是需要的啊。马副统领还是没问题的。考虑去清迈，这个出了那个谁的事情以后，家里人就不让我去清迈了。我自己是不怎么害怕的啊。5090的评测出来了，性能提升30%，但是功耗也提升了30%，这不挺好的吗？我告诉你，这个你如果功耗上去了以后，性能不提升，这个事儿才叫惨。如果它还能线性提升上去的话，这个提高30%功耗不算什么事儿啊。清迈小产权房别提了，哎，他们前面反正是说有事儿，但是具体是什么，这个就不太了解了啊。这个因为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工艺和架构原地踏步啊，当然这个要看如何认定是进步。工艺上的 Blackwell 开始用了2个经历，架构上 Blackwell 是个新的架构，不是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只有大力不出奇迹的时候才是需要努力，对吧？如果大力还能够出奇迹的时候，那只需要多使一点力量就可以了啊，这都属于是工程上的进步啊，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哎呀，这个卡尔加厨，这是上周三没看到你啊，这周三没看到你啊，对吧？你看看你这么这个长的名字，只要有1次不说话的话，马上就会被抓住。好，那个先点赞啊，你们都点赞了没有？我最近也在自己琢磨配置 AI Agent 给我们船公司的 CRM 系统做优化呀。这个其实今天 OpenAI 给的这个系统呢，还是有挺大差异的，对吧？这个并不是那么这个什么啊，这个就是跟原来我们使用的这些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原来所想象的这种这个AI Agent 还是有差异的。稍微等我一下。好，摁嘞，然后走你，走你。哎，我的稿子呢？啊，这儿呢。经常是跑着跑着稿不见了，哎，不对。好嘞。好，今天呢2个故事啊，第一个呢是 OpenAI 的 Operator 为 AI Agent 指明了方向，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讲一下离开了这个与辉同行之后的东方甄选，直接亏损1个亿啊，这个2个事情是今天要讲的话题。好，我们先开始讲第一个。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OpenAI 的 Operator 为 AI Agent 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个新鲜热辣的事情啊！今天是1月24号，对吧？他也是2025年1月24号凌晨2点做的直播，4个人啊在那儿尬聊了20多分钟。为什么尬聊呢？不停的翻车，这个 AI Agent 翻车还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而且山毛他们坐在旁边也是满脸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好像是一个印度人加上2个中国人也在那里满脸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啊，因为
它做的事情呢，确实跨的这个步数有一点点大，那么导致呢，这个有一些翻车吧。每年开始的时候呢，OpenAI 都会出来指明一下方向啊。今年指明的方向就是 AI Agent 的方向。咱们还记得2024年吗？2024年是2月15号啊，OpenAI 指明了方向。当时呢是做了 Sora 的演示，只是后来这个 Sora 没有特别成功啊。2024年是为全世界指明了视频生成的方向。这个全世界非常多的公司围绕着视频大模型烧了很多很多算力。今年呢，它就是为 AI Agent 指明了方向。那么 Operator 到底能干点啥呢？它里边有一个引擎啊，叫 Computer Using Agent 啊，叫 CUA， 他们念叫 KUA， 就是他们在这个里面念 KUA 啊，是这么来念这个词的。然后这个引擎呢，可以自动的实现鼠标跟键盘的操作，主要是操作浏览器，而且呢，它跟浏览器之间的这种沟通是靠视觉系统来沟通的，就是在浏览器里显示什么，它去看啊，或者截图，然后通过这个 OpenAI 的这种视觉能力去识别这个浏览器里的内容啊，然后通过这样去处理完了以后呢，再去通过鼠标键盘去操作。大家注意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靠直接读数据的。正常情况下，这些叫做什么呢？正常情况下，这些 AI agent 他们去怎么跟浏览器打交道？它是直接把里边网页文件读出来，对吧？然后再对网页文件 HTML 文件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叫正则表达式吧，或者说就是对它里头进行信息抽取，然后呢再去做后续的处理。而这一次 OpenAI 干的就不是啊，它是靠视觉直接截图下来。然后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是在云端放了一堆浏览器啊，这个浏览器应该是跑在 OpenAI， 或者说应该跑在微软云的某一个机房里面。然后这个浏览器呢，也是他们找的最正宗的做浏览器的人做的啊，因为近期他们也招聘了 Chrome 的团队人员。对吧？有一个叫 Ben Guger 吧，是 Chrome 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同时也是 Firefox 的首席工程师，现在已经加入了 OpenAI。然后前 Chrome 资深工程师叫 Darren Fisher， 也于近期加入了 OpenAI。他等于是把这些人招进来以后，说来你们在微软云上让 Chrome 浏览器或者至少是 Chromium 的内核给我跑起来，然后我要在这个内核里边去执行刚才我们讲这 computer using agent 啊，叫 KUA， 要跑这个东西。然后呢，它通过一个自动判断用户意图的能力，你像他说，哎，我要去哪儿订餐啊，要去什么地方玩啊，我要哪儿去看球赛啊，你告诉他这个事情，然后他来判定你的意图，判定了以后呢，自己进行行为规划。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像我们原来做 AI agent 好多都是我们要做好流程图啊，做好这个工作流，它按照这个确定的工作流往前走，就算在里边有一定的这个分支，也是我们要写好了说，哎，你判断一下它到底是要往东啊，还是要往西做一个判断在这里的都没有啊，就完完全全是由 ChatGPT 自己去做的行为规划，做完了以后呢，调用远程的浏览器自动的完成所有任务，比如说去给人订餐桌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打扫卫生啊，订这个球菜啊，订这些东西啊，他就干这个事儿。然后在前端呢，还可以重现渲染的这个远程浏览器上面的界面，因为它这边在输入信息，然后这个中间大的屏幕上就是可以看到一个浏览器在那里，页面打开了，页面在渲染，页面在这个往下翻动啊，在干这个事情，然后自动订餐，自动订各种的旅行做旅行的旅程调用，而且呢，他们还给整个这些功能加了一个 API， 就是呢，你可以去通过 API 调用所有的 operator 的能力。当然了，我们现在猜测的这些 API 应该是有进口跟出口两个方向，两套 API，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 API 去调用 operator，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应该可以通过 API 为 operator 提供各种服务能力，对吧？应该是这样的一套东西，这就是现在 operator 真正能干的事情，就是你给他写命令，写完命令以后，你看到旁边开了一个虚拟的小的浏览器，然后呢在这边在运转啊，他替你把所有的事情做完，订餐厅啊，订各种的这个时间点的啊，去订这个餐厅，然后呢去给你搞定。然后这个事情困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停的翻车呢？现场翻车啊！现在这个网页啊，大量都是动态渲染，千人千面，就是每一个人看到网页是不一样的。那么浏览的时候呢，就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然后因为有前端的代码需要运行嘛，这个像我们现在 Chrome 在启动的时候，比如说吧，现在我做直播的这一个页面就占了827兆的内存，对吧？然后我旁边的 Twitter 页面是占了300多兆的内存，我就要把旁边的这个页面关一关。这个很多人喜欢开 Chrome 开一大堆页面，就是每一个页面可能都占着好几百兆内存，甚至有的时候占着上 G 内存。然后你看看你电脑到底有多少内存，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费劲了，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整这个讲的开心突然掉线了，这是什么事儿？这个实在是太奇葩了啊！这个好像是刚才梯子挂了，所以现在重新换了个梯子，又回来了。这个实在是很奇葩，好长时间没遇到过这种事儿了。好吧，我们继续讲到哪儿了啊？说这个占用大量资源啊，所以现在呢也只可以给这个美国地区的订阅了$200一个月的 Pro 用户使用啊，其他用户现在都使不了。山姆奥特曼就坐在那儿啊，4个人做这个演示，山姆奥特曼坐在那儿了。这个演示的人也是经常的，也是非常紧张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像我要是在那儿做一个演示，大老板在旁边坐着，我肯定也会紧张的，对吧？那么他出了哪些错误呢？第一个就是他的订餐搞错地方了啊，他一开始说我要订一个餐厅，但是呢并没有找到他最近的餐厅，而是换了另外一个城市。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对吧？这个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订餐网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你在哪儿呢？是通过 IP 地址，对吧？你想，它通过远程启动了一个浏览器，那这个浏览器的 IP 地址是哪儿的呢？是微软云服务器的 IP 地址，对吧？那么一算完了以后说，哦，你可能在微软云服务器所存放的这个城市，我在就近给你找一个餐厅吧，那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在它演示的这个机房的这个 IP 地址啊，所以这块就会出错。然后后边的一些网购啊、抢勇士队比赛门票、预约清洁服务以及点外卖的很多场景做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非常的不流畅，整个的演示过程。现在的 OpenAI 的 operator 呢还非常的不成熟，只是指明了方向，对吧？4个人坐那儿，老板坐在旁边啊，这个还频频的翻车，大家都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现在的 Open Operator 呢，就 OpenAI 的 Operator 呢，这个还必须是跟人一起协作啊。那么这个协作的过程，第一个问题就是 IP 是谁的？刚才我们也讲了，
你按道理说呢，应该是使用这个前端的 IP，就是我谁来调用这个 operator，你应该用谁的 IP 地址，否则的话，它里边所有的这个地址判定都是错的。还有很多的网站会去封锁这些机房的 IP 地址，对吧？那你最后一看到说，哎，微软机房来的 IP 地址，咔把它封掉了，你这事儿就没法用了，对吧？所以这块呢，估计他们还要再调整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 cookie，还有一个东西叫 session。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跟这个客户前端都是完全无关的。按道理说，你应该是把客户前端的 cookie 扔到后台去，对吧？然后让这样的它才可以说得到很多的信息，直接去处理。现在的话，等于它这个 cookie 是空的。cookie 是空的话，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相当于做了一个叫做无痕浏览，对吧？很多人去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的时候，会去做这种无痕浏览。他们现在呢，应该也是如此去处理的。而且这块呢，还非常的怎么说呢？还稍微的有一点点尴尬，因为你真的敢把 cookie 传给他吗？对吧？在隐私保护这件事情上来说，我们宁肯把这些 cookie 传给各国政府，也不太敢把这玩意儿传给 AI，总是觉得这个背后有点发凉的感觉啊。所以呢，在这块上用户体验不会特别好。因为什么呢？现在虽然智能体是有记忆的啊，比如说 ChatGPT， 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它是有记忆的，它记住你是谁了，对吧？你经常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在 ChatGPT 里头收到一条回复说，我已经更新了这个记忆库啊，我记住你是干这件事的了啊，说我住在哪儿，它都会记下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干嘛呢？叫自动填表，对吧？我们使用大量的浏览器功能的时候，其实浏览器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自动填表。就是当我现在要去填一个什么表格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个浏览器的一些后台记录里头，把我的什么姓名啊、什么信用卡号啊、手机号啊、邮箱啊，夸夸夸都给我填进去，要不然的话，你都要手填一遍。像我们以前做抢火车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做自动填表啊，就是每一次刷新啊，拿到这个叫做什么火车票网站，然后自动的把你要去哪儿、要选哪个车次都给你填进去，对吧？也是这么干的啊。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cookie 如果没有了，没有本地的这些信息以后，这么自动填表的功能就会差很多。这些敏感信息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人机校验、双重认证这些东西就没办法，这个 OpenAI 是搞不定这件事了。就算他能搞定了，他也绝不可能承认说我能搞定这件事儿。如果他承认了说我能搞定这个事儿的话，那就稍微有一点点吓人了啊。那么他这样的话，必须是什么呢？就是要找人来去帮助啊，说我现在需要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了啊，现在我不能替你填表了，你要自己来输啊。因为他当时演示的时候，突然瞪出一张信用卡来，对吧？然后信用卡后边要3位数嘛，然后说我回去就把这信用卡注销了，因为整个直播掉了嘛。然后这个包括人机校验是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站呢，是要确认现在浏览我的人是一个真人还是个机器，对吧？一旦发现是机器，就直接拒绝服务了。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啊，OpenAI 也会叫人过来说，来，人机校验了，该你了，对吧？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双重认证啊，比如说给你发短信了呀，给你去发邮件了呀，那么这个都是需要人去填的啊。然后支付、确认交易、发邮件、重大决策也是必须停下来等人去确认啊，这个它是不能够自动的完成这些交易的，至少目前为止还不行。而且呢，它因为是正式的打开网页嘛，它的整个交流的速度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因为网页有加载的速度嘛。那么还有一些网页呢，或者有一些网站未必能够可用啊，或者叫未必能够加载成功。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来说啊，它的运转的成功率还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为了应对这个速度慢的问题呢，他们使用多线程并行的工作，就是你可以给他下一大堆任务，然后他在后边慢慢给你干去，然后哪样干好了以后，需要这儿你需要干预一下啊，那个地方需要填个这个人机验证啊，哪个地方需要确认一下是不是购买，对吧？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一套方式。那么对于这样的operator 来说啊，下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安全性问题。对吧？第一个安全性问题呢，就是它现在真实的影响世界了。
原来呢只是生成内容，甭管你是生成的这个搜索内容，生成的这个 RAG 内容，还是生成图片了，那么反正是生成内容，而且所有生成内容下头还写一句，这些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啊，请自己去校验了以后再使用，不能保证正确。但是现在你真的要去下单买东西了，真的要去给人订餐了啊，真的要去这个订球票了，对吧？那么这就是要注意了啊，不能太这个，就是如果搞错了的话，是会造成真实的损失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在安全性上，第一个要处理的是什么？就不能做坏事儿。前面我们讲了，就是开着 Cybertruck 跑去川普酒店，拉斯维加斯川普酒店门口爆炸那哥们儿，在去之前就在 ChatGPT 上进行了大量的沟通，说怎么买烟花呀，怎么去这个把这车炸了呀，烟花的这个爆炸力到底应该怎么算呀，对吧？然后怎么能够这个不用登记身份信息就可以买枪啊？他等于问了一大堆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是operator 做叫审慎对齐啊，然后呢，他通过链式思维，先去反思用户提示，你给他提示了以后，他先想啊，识别与 OpenAI 内部政策相关的文本啊，然后呢，起草安全的响应。他首先要先思考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为你服务啊？这件事儿呢，反正按道理说是安全一些了，但是总是感觉由这样的助理为我服务的话，不是那么舒服啊。这一块我觉得还是稍微期待一下 XAI 这样百无禁忌的这个大模型吧，我觉得会更有趣一些。啊，至于审慎对齐这件事儿呢，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审慎对齐你就看一件事儿，就是达利它这个画图的这个模型以及 Sora 这个做视频的模型，它就是对齐了以后给你出来的结果完全没法使，对吧？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么下一件事儿，除了他自己不能要对齐，不能让这个用户干坏事之外，还要干嘛？因为你现在要浏览网页了，下一个东西叫钓鱼网站，对吧？OpenAI 呢和一些网站与服务已经达成了合作啊。那么比如说你要订桌了啊，它就是叫 OpenTable 有一个网站，你直接跟他合作就完事儿了。但是呢，Operator 并不是只跟合作范围内的网站去合作的去工作的，而是 Operator 会跟所有的网站一起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有可能会遇到钓鱼网站。现在黑客们又有事儿干了啊！怎么能够做个网站把 operator 骗掉，对吧？然后诓骗 OpenAI 的搜索引擎，让它在搜索的时候把你排在前边，然后在 operator 操作的时候让它成为让你做这个钓鱼网站成为 operator 操作的网站啊。那么这个才是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黑客们要努力去干的事情。那么他们就要开始去编写这种诱导性的网页内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 OpenAI 的 operator 是靠视觉工作的，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玩一些大小字的游戏啊，这个就有可能能骗过他。什么叫大小字游戏啊？我上面大大的写着减价，然后后边写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字说后边还要再付费，对吧？这个事儿我们是经常遇到的啊。那么原来如果是其他的 AI agent，它是通过直接把网页信息都读出来啊，直接把内容都读出来，那么它是不会上这种当的，对吧？甚至呢还可以去骗他，骗他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些看不见的文字啊，这个就是正常，比如说白纸黑字，然后我可以设置说现在给我写一个白字的上头，这样的话正常人类去阅读的时候看不见这个字，但是呢这些文字就可以被 OpenAI 看到。原来他们去骗 OpenAI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的，那么现在好了，你通过视觉方式进来啊，那我就可以通过大小字的方式再骗你一次，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赚到一些钱啊？这个还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事情。那么对付钓鱼网站这件事的话，OpenAI 自己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啊。安全公司微软、谷歌、苹果这些公司呢，他们的经验要稍微的丰富一点点。像我们以前做安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巨大的这个钓鱼网站的这个网址库，然后呢找保险公司干嘛呢？说我投一份保险，谁通过我的浏览器在钓鱼网站上亏钱了，我就那个给他赔钱啊。这个是原来我们在做浏览器的时候都会干这种事情。OpenAI 其实它没有特别经历过这些钓鱼网站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下一个安全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是一个半自动状态，就是所有重要的节点或者走不通的节点会呼叫人类来协助，但是呢，
这个在 FSD 不支持完全自动驾驶的时候，有多少开着特斯拉睡觉的人？肯定也是不少的。所以未来啊，这种由黑客一起，然后在这个叫什么呢？一起来骗这个 operator 跟这个前台操作人员这个事情，应该会比较有趣啊。大家会一起来去做，因为 operator 自己还不负这个责任，哎，该付钱了，我是把你叫来，你自己付的。然后这对于人来说呢，说，哎，我前面都没看，你这边夸张夸张，网页都翻到头了，就等着我点一下确认了，我就点了，对吧？然后中间该有什么这个欺诈信息，应该你替我看的呀。所以在这块呢，其实安全性是互相推诿责任的一个结果啊，并没有那么安全。OpenAI 呢推出 Operator 呢，现在还算是一个初级阶段，就是大家看看方向就这样。所以刚才我也讲了，它有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安全性上也差得比较远。那么 OpenAI 推出 Operator 呢，可能还有一点点小阴谋在里头啊。什么小阴谋呢？目前只能在美国区$200的 Pro 用户可以使用，但是前一段时间还记得吗？就山姆奥特曼出来抱怨了，说我们这 Pro 用户亏钱了。为什么？这个你想，这$200的账号，$200一个月的账号，这么贵的账号，这个不共享出去，这不就没有天理了吗？一定是出去共享。那么你一旦把这种账号出去共享了的话，那么这个它的使用量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而且所有要去跟O1模型去打交道的人啊，他是不会像咱们这种，就是比如平时问他个问题去跟他聊天，不是这么干的啊。跟 O1打交道的时候，你是要像开这个项目进度会一样，对吧？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一把扔给他，然后他在后边吭哧吭哧吭哧的就给你算去，对吧？像这个咱们在 ChatGPT 上，比如 GPT-4o 都是我说一句，他回两句，然后我再说两句，他再回3句，都是这样来工作的，对吧？但是在 O1上，如果你这样工作的话，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O1都是说我写好一整份报告啊，扔给 O1，然后 O1去干活，然后再过个比如说5分钟、10分钟，他把这活干好了还给我，然后我去整个把系统看完了以后啊，然后再去写下一份报告，然后让他再接着干活，对吧？这是 O1工作的方式啊。那么前面啊，这个 OpenAI 的这个 Pro 账号啊，亏了很多钱。那么你如果像网飞这样的啊 ，Netflix 这样的公司怎么办呢？他就大力打击呗，啊，你们只要敢出租账号啊，出借账号共享了，我就直接把你账号封了，对吧？他们是这么干的。那么 OpenAI 呢，这次就干的比较绝啊，他怎么呢？我也不封你账号，哎，我让你用这个 Operator 功能，用了 Operator 功能以后呢，你就会绑定一堆的私人信息进去，你的信用卡号啊，你的手机号啊，你家庭地址啊，你就会把这些玩意儿都输进去。那你输了这玩意儿以后，你还敢不敢把你的账号借给别人用呢？啊，大家就不敢了，对吧？它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它里头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阴谋在里面。那么，国内的大厂，包括其他谷歌这些厂，应该已经看到这个方向了啊，现在就应该可以行动起来了，对吧？现在最好用的客户端浏览器，在我这电脑上已经不再是 Chrome 了啊，我现在最好用的客户端浏览器是豆包，对吧？我每天都是在豆包上浏览，然后豆包上装好所有的那个 Chrome 插件，然后除了这个各种的沟通聊天之外，对吧？然后就可以直接当浏览器去用了。阿里也在努力做它的夸克浏览器，再加上什么360浏览器，百度浏览器，哎，百度有浏览器吗？我想不起来了，反正腾讯好像是有浏览器的，对吧？像我们以前做猎豹移动也是有猎豹浏览器的啊。那么这些浏览器，大家就照这个方向做呗，我们没有必要用远程的这个云端浏览器了，我就直接用这个本地浏览器去虚拟一个窗口出来，把这事儿干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你使用本地浏览器去虚拟窗口去做 operator 的事情的话，你 IP 地址跟这个地理位置还都是对的，还不像是放到云端去以后，他给你把 IP 地址搞错，对吧？啊，这个可能还算好一些。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本地做虚拟浏览器的话，它这个并发就会变得大很多，因为不需要吃到云端的资源了，对吧？刚才我讲了，像我们做直播就一下这个1个 G 的内存就吃掉了，对吧？就是光这一个页面1个 G 的内存就没了啊。然后这个
你如果都在本地的话，那么大家就吃的是客户端的这个内存啊，它就没有那么高的成本。那么未来的方向已经确定了，后边呢其实就是中国人擅长的部分了。啊，中国人擅长的是什么？挣钱呗，就是终于可以拿来挣钱了，对吧？你可以去谈商务合作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去跟这个美团谈个合作呀，还是跟这个其他谁去谈合作？比如说豆包后边是谁？字节跳动的啊，字节跳动说我不跟美团谈合作，我自己要去做这个叫做即时零售，我自己要去做团购，我自己要去做所有的这些订餐了啊，而且送餐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跟饿了么合作了，对吧？我就只管在这边抖音上面把这个广告刷出去啊，今日头条把广告刷出去，再在豆包里聊聊天，然后等你要吃饭的时候，我就自动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做完了啊，这块我们自己干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后面有一些他不做的事情，还可以去找商家进来，哎，你们谁愿意跟我合作啊？我可以把这个 AI 的流量导给你们，然后在你们的这个平台上直接把单子下掉啊，这个他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而且呢，大数据杀熟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去启动了，对吧？那么后面流量的分发跟售卖又回到了传统的路径上去，对吧？大家都在我这儿卖这个，比如说饮料啊，那我到底卖张三的还是卖李四的？谁给我钱我就卖谁的呗，这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大家就可以去干了，对吧？这个是中国人最擅长的。那么今年呢 ，OpenAI 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啊，就是选 AI Agent。那么 OpenAI 给出的方向具体是什么？就是眼睛、脑子跟手脚啊，这个自动识别用户意图，这就是眼睛，它的 Operator 是有这个功能的，对吧？然后自动进行行为规划，这个是脑子。像我们原来做了一堆 Cos 啊、DeFi 这样的工作流的这种规划工具。那么就需要重新去思考，说未来这些工具应该向什么方向走，是不是不需要做这么复杂的工作流规划，应该可以自动的规划一定的工作流，或者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模块里面就可以进行自动的流程规划了，就可以把该做的事情做掉了，对吧？那么这个是这些工作流工具未来的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工作流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了，自主规划的能力也需要提升。那么通过远程浏览器操作，在人的配合下完成复杂任务，对吧？这就是手脚，这就是他对 AI Agent 定义的3个环节啊，这个叫眼睛、脑子跟手脚，而且他现在讲这叫 AI Agent 3.0，对吧？我觉得第一步 AI Agent 是做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二步，比如说是我们做各种的工作流规划，以及各种的周边辅助功能的这种配套，像我们用 Cos 用 DeFi 也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周边动作的，比如说可以发邮件，可以去浏览网页，也可以去这个下单买东西，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呢，那个工作流是我们写死的。现在呢，它这个3.0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东西你可以直接提要求，然后我自己思考该怎么办，然后去把最终的交易执行掉。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其实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什么叫把这个任务做完了，叫完成交易，叫把这个任务做完了。像原来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流，其实最终的结果还是说要去这个产生内容，而现在说不，我们要完成交易。这个对于所有这些做 AI 的人、做 AI agent 的人来说，又算是天亮了是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他们都不挣钱那么现在说好了。我们 AI Agent 最终的结果是要完成交易，那么你一旦完成交易，那甭管是抽成，对吧？收手续费、流量售卖，还是说交易了以后，然后进行这个比如说贷款服务，对吧？这都是挣钱的这个传统套路，就都可以跑起来了。所以一旦是把 AI Agent 最终的手脚定义成为完成交易，那么大家做这个AI Agent 这件事情的积极性一下就上去了。那么 OpenAI 今年的方向呢？第一个是把 O3好好做出来，甚至再往后去推它的这个推理模型，然后将更多的模型功能进行整合这是它今年要去做的事情。现在甭管是 OpenAI 也好 ，Gemini 也好 ，Cloud 也好，就是它很多的功能是分散的，有的模型是有视觉的，有的模型可以有语音，有的模型可以搜索，有的模型可以做 Canvas，还有一些可以，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 Operator。
它最近还发了一个模型是做日历的，对吧？但是这些东西你最后是很难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看看怎么能够把所有东西通过 agent 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让他们所有这些功能能够顺利的跑起来，对吧？这就是今年这个 OpenAI 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它现在以越来越多的 AI agent 的模式会到来啊，不是说 operator 就是唯一的一个 AI agent 的方式了。前面那个日历方式也很有意思，你可以告诉他说，每天几点几点让我去做什么什么事儿，或者告诉他说，哎，我是要健身啊，每天几点要提醒我去健身啊，要去提醒我去看一下吃什么了，然后或者提醒我该吃药了啊，这个都是可以在日历功能里去做的，对吧？这个设置完了以后，每天到了你设置好的时间，它就会去执行一个 agent。比如说我现在要求它每天早上10点啊，把这个一天的 AI 相关的新闻总结出来啊，它就会给我发一个邮件啊，每天发一个邮件，但是邮件里头没有内容，只有个按钮啊，这个做的很烂。你点完了以后，还会进入到这个 OpenAI 的这个就 ChatGPT 界面里头去，然后给你总结一下啊，今天有哪些 AI 相关的这个新闻出来，对吧？这个浏览器操作是今天我们讲的 operator， 这是第二种 AI agent。那么下一个 AI agent 是做什么呢？对吧？我们有日历了，有浏览器操作了，下一个做什么？我觉得啊，大家想一想，微软 Office 里边都有什么，然后都会有的啊。这个 Office 里头，比如说有 Word 啊，有这个那没问题啊。现在 Canvas 基本上已经可以把 Word 很多功能可以做到了，对吧 ？Excel 啊这些东西啊 ，PowerPoint 这些东西呢，未来可能在 AI agent 里面都会逐渐出来，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里面还有邮件的功能，那么是不是未来 OpenAI 会有自己的邮件系统，或者它可能不叫邮件了，叫一些其他的名字啊？然后还有比如说通讯录啊，以及这个 Meeting 啊，或者说这样的Teams 啊这样的这种功能，那么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向 OpenAI 的这个平台里边去整合起来？而这可能就是未来的 AI agent 一步一步的增加下去的过程。就是 OpenAI 自己是极其贪婪的啊，这个我记得我在去讲这个马斯克到底能不能做出超级 APP 来的时候，我讲过这个问题。做超级 APP 的源头就是贪婪啊 ，OpenAI 就属于特别贪婪，它要做全场景，要把所有的场景在 OpenAI 里通通都实现一遍。那么流量现在正在快速的从谷歌向 ChatGPT 进行迁移。就我现在自己已经很久不开谷歌了啊，就我遇到各种问题 ，ChatGPT、DeepSeek、豆包啊都会跑一圈，然后实在搞不明白了，我才会去开谷歌。而且就算开谷歌，可能这个最后得到的效果也未必比 ChatGPT 他们强。所以现在啊，第一个要革谷歌的命啊，革了谷歌的命以后，谷歌的 Workspace 啊这些东西肯定就一项一项的都进入到 OpenAI ChatGPT 的这个叫做 AI agent 里边去，也没准过2天 OpenAI 就会出网盘功能呢，对吧？这个甭管是微软的 OneDrive 还是 Google Drive 或者是 iCloud， 对吧？都会有网盘功能，所以 OpenAI 下一个 agent 没准是个网盘，对吧？大家就等着一个一个看。就是你现在看谷歌有什么产品 ，Office 里有什么产品，这个 OpenAI 就会一个一个往回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谷歌就比较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它始终无法舍弃搜索广告收入，对吧？谷歌的最核心收入就是搜索广告，还不是说各种广告，比如说我的这个网页广告，我的这个叫做什么 YouTube 广告，我的这个移动广告啊，这些挣钱，但是挣的钱都没有搜索广告多。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谷歌的大模型有很多新的功能，它不愿意给人用。因为大家一旦用了这个以后，它的搜索广告收入必然会下降，因为流量不从那儿走了嘛。那么谷歌的 Gemini 到目前为止也还在惦记找人收这个1个月$20的这个费用，因为你广告收入没了有了以后，你还是要有一个收入进来的啊，这个是谷歌比较无奈的地方。所以现在大量的谷歌 Gemini 的新功能呢，它压根儿不给普通用户用，它给谁用呢？给程序员用。你在 就是 aistudio.google.com 这个网站里头，你会发现，哎呦，谷歌的大模型已经往前发展的非常非常远了。但是你到 Gemini.google.com 这个网站里去，发现还是那么笨，特别是你没有交$20的
钱啊，那就完全没法使用的一个产品啊。那么这块其实是非常麻烦的。那你说谷歌自己不知道这个问题吗？他知道，但是呢，你作为这么大的上市公司，70%-80%的收入，你不可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这件事情呢，很像是日本人为什么做不好电动车啊一样的，包袱太重，对吧？他做汽油车这么挣钱，那你说我做电动车、汽油车这事不弄了吧？所以他永远不舍得，对吧？包括他做了半天氢能源，也没有把车推出来，原因也很简单，我汽油车呢卖的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推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都属于是逐渐要被干掉的一个迹象，谷歌这块很难逃脱了啊。现在 OpenAI 的话，肯定是要逐步的用 AI 的方式蚕食互联网里边所有的领域和方面啊，这个是他要去做的，要去做超级 APP，要去做顶级大厂，这是 OpenAI 的野心。然后社交娱乐这一块的话，应该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喘息一下啊。这个包括它的达利3啊已经落后了，包括 Sora 也翻车了，也落后了。社交跟隐私跟 AI 之间呢有一些难以调和的东西啊，这个事儿要稍微麻烦一点。而且现在 OpenAI 这帮人呢，更多的想的是我怎么能够把公司做得有效一些、有用啊，比如说怎么去做科学研究啊，怎么去做什么攻克人类所有疾病啊，做这些玩意儿。所以对于社交跟娱乐这一块呢，他们并没有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啊。所以如果有一个小公司说，哎，我今年还想创业，我想在 AI 上做点什么事儿，干点大厂不干的事情啊 ，OpenAI 现在绝对已经是大厂了，对吧？不用等那后边5000亿美金的星际之门，它就已经是大厂了。啊，你说我非要在他那块再折腾点什么事儿，我要做一个 AI agent，然后呢，我去跟他比一下这个 operator 到底行不行？我跟他比这个，当然你除非你在中国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进不来，对吧？他去不了的地方你可以去做，如果他去得了的地方啊，就别跟他费劲了，去做一点他不干的事情啊，这就是这个今年啊 OpenAI 为整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啊，然后呢，大家赶快去冲。OpenAI 在今年可能已经在向着超级应用、超级 APP 的方向一骑绝尘而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谷歌就相当的危险，对吧？其他的包括像微软，肯定也会被它蚕食掉一部分啊。那在这样啊，这个中国的公司啊，可能就又有腾飞机会了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去讲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如果有在美国的啊，你们交了200美金的用户，你们可以去试一试。如果没有的话，咱们等过一段时间啊，他把这个200美金用户共享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应该会把这个产品开放出来给 Plus 用户和这个 Teams 用户来去使用啊。像我是 Plus 用户，就是1个月20美金这个。但是你说我在这个墙之内的话，用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也没太想明白啊。等着这个产品慢慢的被更多的人使用吧。好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故事，看看大家提了什么问题感谢老范惦记我啊，上周末那个小铃铛居然没通知我直播开始了。上周应该是早晨开始啊，上周是周五一早就做了5点做了一场直播，然后晚上没做。我上了 CS194课程，这是什么课程？啊 ，Salesforce，伯克利的 Agent 课程，好吧，这个回头我也去学习学习。怎么搞的？声音、图像都没有了，这个突然刚才就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好，你好啊，这个演示的那个印度人是印度的海德拉巴信息计算学院本科毕业，然后是谷歌软件工程师，Sketch 的工程带头人啊，DoorDash 的这个美国餐厅线的生意工程负责人，爬升的很快，这就解释了他喜欢用餐厅定位置的这个案例。感谢提供信息啊！原来是专门干这个的。旁边那个老钟是斯坦福计算机数学的博士生，
不过没读完，现在是 OpenAI 的研究员，本科学数学的，加州一个不那么有名的文理学院的本科毕业。好吧，这个非常非常棒啊！这个卡尔加楚给了很多的这个补充信息啊，还有一个是日裔哈，菲律宾或者哥伦比亚的一间大学毕业，本科电子和通信工程，硕士电气电子工程，也做了几个公司后到了 OpenAI 啊，这个感谢感谢。请问外国用的人数最多的电影和电视剧下载网站是哪个？外国我们就不知道，外国人难道不应该直接看正版的吗？只有我们在国内没法订阅的人才去看那盗版的呢。老范的英语不是一般的差，这一期难受死了。主语的 operator 读错了啊。这个，哎呀，这个读音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太纠结了，领会意思就可以了。应该是 operator 吗？还是应该怎么念？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读界面是最优解嘛？把网页数据也读全，才能避免被钓鱼吧？这个读网页有读网页的钓法，读界面有读界面的钓法啊，这个都有。你好，来晚了啊，刚从山姆回来啊，挺好。快进追一下没问题。感觉现在的 AI 它其实是在操作系统抢用户入口。是的，它就是在干这个事儿。系统厂商掌握着底层优势 agent 能力，要强到什么程度才能甩开操作系统？你们还记得谷歌出过有一个东西叫 Pixel Notebook 还叫什么 Pixel Book，大概是这样叫这么个名字。就是呢，它是用的那个 Chrome OS，然后出了个笔记本应该是我想想14年15年的时候它出的，当时找三星代工，然后我们还弄了几个回到国内来。它呢实际上是个我忘了是乌班图的还是什么的那种操作系统，然后上头爆改了以后，然后装了一个 Chrome，一启动就是 Chrome 启动，然后所有东西通通都在云端。然后我们一拿到国内来以后，就基本上没法用，就完全废掉了，对吧？那么他就是想去抢这个，叫什么呢？想去抢这个 Windows 和苹果的这个用户，所以当时整了这么个事情。现在我不知道 Chromebook 在这个国外是不是还有人用，或者用的多不多啊？这个事儿就不是那么确定了，因为国内肯定没有人用这东西。谷歌是否给三星开放了 AI？哎呀，这个三星呢，肯定也要想说，我是不是再上 OpenAI 那边再去折腾一下？请问外国最大的这个就别问了。这是过年的新衣服吗？不算新，已经穿了2礼拜了。抱苹果 AI 大腿吧。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国内还要有一段时间啊。去年第4季度，苹果在中国地区的销售掉了20%，20%啊，那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什么？讲了半天 Apple Intelligence，对吧？这个就完全在国内没法使啊。这个那你说怎么搞呢？那中国人肯定说我们去买华为吧，我们去买小米吧，去搞这些东西了，对吧？这个就会差距比较大了。对，就是愿意在国外看视频的去看网飞吧。感冒了啊，4、5天一直没上来啊，有日子没看见你了。苹果 AI 这段时间直接躺平没声音了。哎，在美国也没声音了吗？在中国我知道它是没有声音了。你们在美国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因为现在马上要出 iOS 18.3了，就是全线都要打开 Apple Intelligence 了，默认打开。你要想关掉，还要手动去关的，对吧？变成这样了，这个那怎么搞呢？要格局安全第一，这什么意思？三星 S25好像上了 Gemini，对，三星 S25上的是 Gemini。
其实这种 agent 定位的交易成功有点难。我去订机票、酒店这个歌剧票啊，然后下单，结果买了酒店和歌剧院机票没有了，如何是好？这个像原来我们做程序的时候，这个东西叫 transaction 嘛，叫交易嘛。如果不行的话，就整个 rollback 回来嘛。如果成功了，就整个 commit，对吧？这个是程序员都要去干的事情，而且它应该有一个基础的逻辑，我要先确定机票有，然后呢，再通过机票以及机票的时间去调剧院和这个餐厅、旅店的这个入住时间，或者是餐厅的预约时间，应该是这样去做嘛？我觉得这点它应该还是可以搞定的啊，没有那么复杂。对吧？如果机票搞错了，那他也知道说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是什么样的，叫自我规划嘛，就应该是规划这些东西嘛。开到第二阶段，可以玩点 emoji。这个 emoji 这个东西在哪玩啊？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年，我们可以去期待 OpenAI 干的事情吧。至于说它的这个星际之门计划，据说今天是山姆奥特曼已经去他的第一期工厂看了啊，在德克萨斯的，哎，在德克萨斯哪个城市？说他的这个第一期机房已经开始干活了，对吧？那么这个不知道离卡尔加楚你们远不远啊？你是在德州的，我记得。对吧？那么这个如果离着不远的话，你也可以去参观一下，拍些照片回来，或者拍个视频回来，啊，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下。昨天 ChatGPT 当了吗？哎，我没太注意啊，这个我是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昨天还使 ChatGPT 了呢，好像是有这么几分钟没上去，但是我觉得我以为是我梯子的问题呢，所以换了个梯子，然后就上去了，但是我不确定昨天是不是当过这个东西。好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让我喝口水，咱们来把第二个故事刷掉。英国全面都当了，好吧？那也许是英国这个什么了呢？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呢？你们的这个本地的机房出问题了，也是有可能的。好，第二个话题，不能与辉同行了，东方甄选就直接亏损了1个亿。啊，东方甄选的财报首先大变脸了啊！2025年上半年财报，啊，它因为这个每个公司对财报起名字的规则都是自己起的啊，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呢，对于东方甄选来说，他们的2025年上半年财报是截止到2024年11月30号的财报啊，就是从这儿往前的半年，应该也就是5月应该是6月1号到11月30号这半年的财报。从盈利直接转亏损了，原来都是盈利的，而且亏呢就直接亏了一个小目标出去。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以后，东方甄选的股价就直接跌了6%，跌的还不算多啊。它的母公司新东方的股价直接跌了30%，对吧？这个大家就不信了，说你俞敏洪到底干了点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他跌了更多一些？因为大家觉得这老头肯定有问题。啊，那么这一次到底是怎么赔的钱啊？怎么就从盈利变赔钱呢？很简单啊，把这个与辉同行，也就是把董宇辉直接拆出去了。这一块呢，确实是伤筋动骨了。咱们先不说董宇辉离开了以后，他的流量下降啊，少了100多万的关注，然后每天的这个直播间里的人数在下降，销售额也在下降啊。但是呢，它其实还是盈利的啊，就是不计算董宇辉剥离这个事情。盈利了的是2370万，但是呢，剥离了董宇辉这个事儿呢，总共亏了9650万哈，就是接近1个亿。那这事儿怎么算的呢？对吧？你得里外里一下1点几个亿就不见了，对吧？1.3个亿这个事儿就没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剥离董宇辉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吗？你想他这公司总共才值7000多万，
当时说的是董宇辉个人拿了7000多万人民币出来，对吧？把这个整个的公司100%的股权都买下来，是归他个人所有的。那这个数算不对了呀，对吧？你就算这7000多万，都是你送给他了，你最后没收着这笔钱，那也不能说我直接从盈利这个3270万直接就变亏损9650万了，这个数不对啊，对吧？这个戏法变得有点神奇啊，我们稍微捋一捋，对吧？这个里外里差了1.3个亿，这个钱哪儿去了？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你从他财报上看呢，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啊。它上面写的是因为董宇辉项目剥离，导致管理成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180%，对吧？所以它整个的管理成本和行政开支呢是3.92亿，然后这3.92亿里头呢，比正常的行政开支呢，就是比原来去年多了是2.52亿啊，多了这么一笔钱出来。那么难道啊分拆宇辉同行就多花了这个2.52亿吗？那是不是把各种的设备啊、系统啊，是这个账都给它算在一块都算进去了？那么香港公司做项目分拆的这个律师啊、会计师，这个成本肯定也还是不少的，而且很多的员工离职，对吧？你还得给人离职补偿。那么这个难道是这么算的吗？啊，其实呢，并没有算的那么复杂，他们算的数字，我们把这几个数一加起来，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简单。啊，这个里边呢有1.41亿啊，是什么呢？是分配的利润，就是说我们原来有利润应该分给董宇辉的，对吧？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分掉，这个1.41亿，就从这儿开始算就完了。然后至于其他的这些成本，我们就别管它了。然后这1.41亿里头呢，有1200万进到宇辉同行的公司账目上去了，对吧？因为你账上得有钱啊，要不然你公司没法继续赚嘛。然后呢，还有1.29亿呢，是直接给了董宇辉个人了，对吧？那么你拿去啊，这个是要去做其他使用了啊，这1.29亿。那么呢，这个亏损的这个965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你把这个赚了的这个3270万，再减去分给董宇辉个人的1.29亿，正好等于9650万，就是他亏的这个钱，对吧？所以就这个数就这么来的。然后至于其他的那些很复杂的加加减减啊，什么这个1200万进了宇辉同行公司了呀，啊，花了2.52亿的什么这个管理成本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啊，这个很复杂的账目里头不会马上就体现出来啊，它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就是盈利减去给董宇辉个人的钱，就是他亏的钱。那你说买公司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当时俞敏洪说了，说这公司是送给董宇辉的，100%送给他的，他1分钱也没花，对吧？这个买公司是多少钱？7658.55万啊！这个如果真的像俞敏洪说的这样，这个公司是送给他的，那新东方的股票不会一下跌30%啊，因为新东方这公司还挣钱呢，而且还挣的还挺多的，对吧？比去年的同期要挣得多得多的钱，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跌了30%啊！就是俞老头，你这个说话有点过分啊！因为俞敏洪说了2句话啊，第一句话是公司是送给董宇辉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一切都是符合上市公司运营规则的，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首先呢，这个公司是送给董宇辉这句话它就不对。第二个呢，如果你要是符合上市公司运营准则的话，这公司也不可能只值7000多万啊，7658.55万，也不可能只值这点钱。因为你像董宇辉每年光销售额有多少，利润有多少，你算 PE 它也不可能只是这点钱，对吧？所以这个数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它绝对是不符合上市公司的运营准则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啊？董宇辉手里头真的有1.29亿吗？因为刚才讲了啊，分给董宇辉利润1.29亿。如果真有1.29亿，这种人有没有？我见过这种人啊，这种人不会坐在那儿直播的啊，这种人一般只干一件事，直接去新加坡开家族办公室去了。谁还在那儿吭吭哧哧在那儿直播呀？累死了，对吧？1.29亿哪儿去了呢？1.29亿啊，咱们算一下，把这个钱打到宇辉同行的公司里去。先要把它转成利润啊，这个利润呢是要扣25%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变成企业利润以后再分配给董宇辉个人，这个过程呢还要再扣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么1.29亿扣掉了25%企业所得税，扣掉了20%个人所得税之后，剩多少钱呢？7740万，
那么跟购买宇辉同行100%股份的7658.55万差多少？差81万，等于多出81万了。那这你想7000多万的项目，对吧？汇率稍微浮动一下，在哪儿有点税费，再请个律师，请个会计吃饭差旅一下，杂七杂八也就差不多了吧，对吧？所以这个公司啊，这个买公司的钱是哪来的？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对吧？所以这个俞敏洪前面说的2句话实际上都是错的。那么咱们现在把这个账算明白了啊！我今天在整个直播之前就在算这个数，怎么算也算不对。最后我说把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东西都扔掉，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一算，哦，原来这个钱就是这么算的。那么现在东方甄选把这个董宇辉剥掉了以后，后边能不能继续好好做下去？其实非常非常难啊！他越往后可能会越往下滑。我记得讲这个故事第一次讲的时候是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第一次出名，对吧？在那儿讲说，哎，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晚上，讲完了以后一把爆火，啊，那个时候东方甄选的股价大概是0点几港币还是1港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大概是涨到了70多港币，然后这个叫做什么？董宇辉离开了以后呢，就不断的在走下坡路啊，这个就是东方甄选的一个状态。而且未来的话，如果董宇辉回不来啊，那么东方甄选的这个股票，我们就不再建议了。其实开个玩笑，咱们这儿从来不做任何股票的投资建议啊。那么东方甄选想做什么呢？他想做的是线上的山姆跟胖东来啊，他想干这件事儿。他自己有一堆自有品牌的商品啊，叫东方甄选牌的什么烤肠啊，东方甄选牌的各种商品。那么呢，他希望在线上做流量啊，然后呢卖他自己的这些东西。那么叫甄选嘛，就是我都替你选过了啊，自己慢慢的把这个品牌价值加进去。但问题在哪儿呢？线上的流量不是东方甄选的，线上的流量是抖音的，对吧？那么俞敏洪，我去做这个 APP 自播呗，啊，我自己做一个叫东方甄选的 APP，我在这个里边直播，我摆脱抖音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件事呢，基本上是痴心妄想啊。目前独立 APP 的流量要比这个抖音流量更贵、更难获得啊！而且，这个他现在做的独立 APP 也好，在这个抖音上，在这个其他的几个平台上，啊，只有抖音上是占他绝大部分收入的啊，其他的像什么淘宝啊、京东这些平台上的直播，这个收益都非常非常少。而且抖音呢，对于失去了特色的东方甄选来说，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啊。就是你不投流就没流量啊，这个狼吃羊，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就是做平台的啊，你这个不在我这投流量，你就必须要去这个死啊，你就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草原就没有羊了，没有草了啊，一定是这个狼就要吃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所有这些就是没有特色的这个直播间啊，都是慢慢的在消亡。除了东方甄选之外，学而思现在其实也不干了。啊，播了1年啊，播了300多场，也就卖了4900万的销售额，跟董宇辉这个几十亿、上百亿这个根本就没法比，对吧？那么学而思现在也回去了啊，学而思那个主播叫程程也撤退了，说离职，准备再出去念书去了。所以整个这个电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人设的话，那个流量你就老老实实花钱买就完事了。宇辉同行为什么一定要剥离？那你说都说成这样了，那当时大家一起接着往前过不行吗？还过不下去啊！这是一个路线之争，也是正统之争。大家有没有看过《笑傲江湖》？《笑傲江湖》这个小说里头有一个桥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华山剑派，一拨人呢看辟邪剑法是从前往后看的，一拨人是从后往前看的，最后呢就导致了分家啊。气宗一个是剑宗。最后呢，气宗赢了，把剑宗全宰了，啊！而且以后谁敢去修炼剑宗的这个功法，谁就是大逆不道，是剑宗妖人啊，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东方甄选其实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2条路摆在他们面前啊，一条路呢是老老实实卖东西，消除差异化啊，大家都不要去做各种差异化，都是上来好好讲产品，好好卖东西。这个方式呢，就是东方甄选现在留下来的方式。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定性很高，我知道怎么去挑人，怎么去培训，啊，一致性也很好，然后呢比较容易复制，对吧？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同质化高啊，大家都一样嘛，那你就必须买流量，你没有流量的话，抖音就会收拾你，对吧？你不花钱就收拾你。那么另外一条路，也就是董宇辉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树立人设，顺手卖点东西。那么独立的人设呢，肯定是自带流量的，抖音也愿意把流量给董宇辉这样的人。但是呢，这样的道路呢，它确定性很低，对吧？也没有什么方法论，说我到底应该怎么筛选出第二个董宇辉来呀？怎么培养啊？他没法复刻，也很难去进行优化。哎，你哪儿讲的不好，咱们下次咱们优化一下，这个事儿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对吧？这就是两条路线之争。所以上面这条呢，我们基本上把它认为是华山剑派的气宗啊，底下这条呢就是华山剑派的剑宗啊，就是董宇辉走的是剑宗。那么路线的背后呢，其实是正统之争啊，在咱们这儿呢是没有说坐下来投个票啊，商量一下，没有这事儿啊。咱们这儿的所有的正统之争都是要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吧？是没有坐下来投票这说的啊。所以孙东旭才是这里真正的正统。虽然现在这个东方甄选的 CEO 和应该叫董事长吧，都是俞敏洪，但是具体管事儿的应该还是孙东旭啊。那么离开了与辉同东方甄选，还能不能起得来啊？再也起不来了，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难。咱们回来再接着看《笑傲江湖》这本小说啊，气宗胜利之后是怎么办呢？把剑宗都杀了，杀完了以后啊，他的这个里头的主人公叫令狐冲嘛，偷偷学习了剑宗技法之后呢，就必须要隐藏自己啊，你不能告诉别人，一旦告诉别人了，你就变成妖怪了啊，就直接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一个状态了。对吧？他整个的这个老大，对吧？他们叫这个叫岳不群，是他这个令狐冲的师傅嘛，宁肯是引刀自宫啊，修习这个辟邪剑法，也绝对不能去练这个剑宗的这个技法，也绝对不能成为剑宗妖人啊，他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如果没有董宇辉这个事情出来的话，那么这个东方甄选里头没准还可以讨论各种方式都可以去尝试，但是现在的话就没有这个意思了啊！就只要是有点个性的主播，你都是有问题。你是不是想走董宇辉的路线，对吧？你是不是想要去复辟或者想要去做什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一条路径就等于是不能讨论，不能提名字，谁也不能碰，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就像《哈利波特》里边那伏地魔似的，叫不能提名字的那个人啊，他就变成这样。那么没有个性的东方甄选啊，就会被平台不断的拿来洗地洗流量，所以东方甄选的后路呢，已经基本上被堵死了。那么2025年对于这些做直播电商的人来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前景和方向可以去努力一下呢？2025年最大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 TikTok 的海外直播。因为 TikTok 危机现在基本上算过了啊，现在你们就不要再惦记说，哎呀，这个川普万一75天之内没搞定这事儿咋办？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这个事儿肯定是能过的。现在国内还有这个发文章说，这个川普要这个 TikTok 一半的股份，这个张一鸣直接就怒了，还有很多人在刷这种文章啊，这都属于是骗流量的文章，这个事儿基本上算过关了。后面他们的股权只要稍微的进行一定的调整啊，就可以把50%的股份放到美国的一个基金会或者一个董事会里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么后面既然既然它 TikTok 最大的这个封禁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么 TikTok 的流量盘呢，其实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了，不用再担心制裁了，那赶快干嘛变现吧，对吧？原来 TikTok 没有那么努力去变现的原因，就是怕触动更大的利益，然后被制裁。后来发现，哎，我再怎么小心翼翼都制裁我，所以当时就把很多中国的商家就放开了，说咱先疯狂变现一把，对吧？那么现在制裁的事情解决了以后，那继续努力变现。海外的内容输出、直播电商、店铺电商啊，以及这个叫货架电商吧，以及即时零售、团购啊，只要在中国搞过的东西，快速的复制到美国去啊，这就是今年对于所有人来说最大的机会。除了 TikTok 之外，咱们这些人，比如说想去卖点东西啊，或者想去上面开个店啊，都是很好的机会啊。那你说这些什么即时零售啊、团购啊这些东西，在中国能搞得定，在美国能搞得定吗？没事啊，这个
抖音在中国已经演示过了，一次搞不定的事情，换个姿势多来几次嘛，总有一次可以搞定的，对吧？流量在我手里，我怕啥？那剩下的我们就高频打低频，把其他人干掉就完事了。但是东方甄选能不能走这条路啊？很多人说，哎，这可以啊，因为东方甄选的直播的老师都是英语老师出来的呀，那他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出去到美国直播去了呢？这个有点难啊。海外对于同质化直播接受的程度要比国内更低，而且如果你在海外招聘主播的话，个性都是非常强的，对吧？你要求他，你必须在这喊321开啊，必须在这喊上链接，可能干2天人家不干了，人家说你这个实在是太摧残我了，所以这个事情在那边是走不通的。董宇辉自己招的主播其实也是英语老师，如果他去了这个这个海外的话，那东方甄选肯定又挠头了。我们到底要不要跟董宇辉在一起？他最后等于有一个事儿就没法提了，没法见了这个人，对吧？那么这条路东方甄选走不通，但是其他人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机会在海外 TikTok 大爆发的时候，对吧？或者至少电商大爆发的时候，能够在里边吃到这批流量红利。那么咱们总结一下啊，在商业路线之争上呢，就是跟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华山剑派的气宗跟剑宗似的，其实啊没有谁对谁错啊，谁对谁错这件事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我们到底是做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主播啊，还是做这个树人设这个事儿，其实从一个公司角度上说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呢，当思想里边有了很多不可触碰的黑洞的时候，这个活儿就没法往下干了，对吧？所有的路线，所有的问题，如果能够摊在明面上思考、讨论、尝试或者投个票，这个才是健全的人和组织应该干的活儿。如果有些东西变得不能碰了，每次遇到都会有过激反应，这叫什么呢？这个词叫做过敏啊，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一种不健全的组织状态，这个是有病的啊，要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故事，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啊。我看看后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评论。太不容易了，终于第一次赶上老范的龙年最后一次直播了，为老范挺英点赞啊，这个好吧？哎，我想想啊，龙年最后一次了吗？今天是24号，再加7天，等我看看，今天啊31号，对，31号是大年初二啊，大年初二，对，这个是今年是最后一次了。但是大年初二就未必能播了啊，这个大家要一下。Stargate 跟微软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 OpenAI 在 Stargate 上面做的很多的项目，最后还是要通过微软云对外服务的，而且微软是惦记往里出钱的。这个今天马斯克说，Stargate 没钱，微软说我这儿还有800亿好好的呢，对吧？所以微软绝对有关系。老范程序员路径依赖了啊，飞机票、旅店、歌剧票的服务是独立的，不是一个系统，下单就下单，没法 roll back 啊，是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是知道的。只是你在处理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去想办法吧，比如说你的酒店是可以退的，还是说这个歌剧票是可以退的，对吧？以及哪一个票更加的这个难抢一点，这个还是要去。在规划的时候要去做吧，但是我们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去讲，就是我们做一个这个叫做交易啊，玩不好就是 rollback， 那么 rollback 你就分别退呗，最多就是按照这个成功率以及这个叫做退款的这个比例呗，然后我们来看怎么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觉得宇辉能活几年啊？这个还要看看他下一步怎么样。如果始终就是他自己呢，他就这么做下去就完了啊。如果能够再长出第2个、第3个，他能够摸索出来更多的董宇辉能够成功的方式的话，
那这个就有可能能够做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来。微软是 Stargate 的技术伙伴，是这样的，而且看这意思他是准备出钱，我觉得今天没赶上，迟到了啊，没事，迟到了先去点个赞。今天人也不多，咱们就随便聊一聊，挺好的。请问全世界都有哪些国家有翻墙上网的现象？能知道一个说一个。你这是不是有病啊？这个人，这不是坑人吗？来了，点赞啊，欢迎。请问中国的硅谷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中国挺多的呀，现在很分散。我之前在关心这个德州的数据中心，好奇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其实已经建到很久了，现在还没啥看头。这里边有点故事的，具体地点离我有600公里，离开最近的达拉斯也有200公里，是给有点荒凉的地方的小城市，于是也就没去看。德州现在搞数据中心很热门，搞了大约400多个啊，对比大国似乎也就500个，什么意思？这句话没看懂啊。全美国搞了5000个，遥遥领先。这个当然，这些不都是 AI 的数据中心啊？这个这么多数据中心，它是都在那一个城市吗？这个400多个，那个地方是有电呀，还是有什么东西啊？德州好像也没有，不知道，因为我对德州不是那么了解。有水电吗？还是有什么东西？对，这个是《葵花宝典》啊，不是辟邪剑谱。辟邪剑谱是从《葵花宝典》里头再分支出来的一个东西。哎，当时啊，对，当时他们看的应该是《葵花宝典》，但是剑宗有一个风清扬啊，这是代表后期看涨哦。是啊，这个数据中心目前是专业数据中心开发商在搞，包括电力那些基础设施，然后出租给例如甲骨文或者是大概率是 Stargate，因为甲骨文也是在里边的一家嘛，所以最后的产权其实比较难算，我估计好多的房地产商，房地产投资项目，那里附近有个空军基地，或许可以是个 AI 云的大客户。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空军基地为什么使这玩意儿？上去画画吗？川普昨天任命了 AI 和比特币的沙皇，也是个南非人啊，原先搞 PayPal 和风投的，应该都是一拨人。就是 PayPal 黑帮，因为那个谁，万斯就是 PayPal 黑帮的这个代表，包括马斯克也是 PayPal 黑帮的代表，就是他这一次整个给川普站队的人都是 PayPal 黑帮的人。中国的互联网敢烧钱，也擅长烧钱，商业模式出海，成算挺高的。是的，因为美国人也愿意收中国人的钱，就差明说了，明说什么？还有一次装药盒吧？对，这个礼拜天应该会有装药盒啊，大概率会有。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硅谷在哪里？五道口。董宇辉没有老于的指导，也就是一个大网红而已，和几个头部主播差不多。离开老于的是巨大损失，过于高估自己了。我是从来不信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走到那一步以后呢，可能都会成长。俞敏洪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中国哪来的硅谷？开玩笑啊！这个五道口还算可以吧。错过了第一个故事 ，X 上面有些人测试了 OpenAI 的 Operator，说是不太靠谱，这个很正常。辟邪剑谱是从《葵花宝典》残本里悟出来的，是的。美国有 Chromebook 啊，这个，那天汽车保养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女在很优雅的用很好看的笔记本，有点想去搭讪是啥笔记本，后来看清了是 Chromebook，也就没兴趣了。
Chromebook 现在谁在给他做？是不是还是三星在给他做？就是原来是三星给他做，那个笔记本还挺贵的啊，当时因为它屏幕特别好。说的叫什么口？五道口啊，五道口就是清华在那儿，然后旁边是北大，另外一边是那个北京语言学院，什么中国什么农业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对，哎中国语言啊叫北京语言学院，然后矿业大学等于那个学校都在那儿，就那儿呢还是相对有点像硅谷，但是不太一样在哪儿呢？硅谷实际上是一个很巨大的一块地方，然后它旁边比如说 UC Berkeley 啊，然后还有那个斯坦福啊，都在那个附近，对吧？但是刚才我说那些大学呢，他们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所有挨在一起的这些学校中间的这一块地方，就是五道口啊。现在是华硕在给 Chromebook 代工是吧？那也行啊，因为 MacBook 也是华硕在代工，就 MacBook 有一段时间是华硕在代工吧，现在不太确定了。五道口技校都不知道，一看就是是的，这个有问题的啊。这个五道口技校技术学院就是清华的简称。看到有评论说马斯克这帮人还没开工就摇起来了，预言很快会分歧。我倒觉得川普很喜欢看底下这帮人吵架争宠，应该没有那么快分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有点太按中国的方式来去思考他们的这个玩法了。他们可能很多事情真的是大家坐下来投票就完了，对吧？在中国就只能是这个下面去争宠，争宠完了以后，对吧？这个再打得你死我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很多话不能说，不能摆在台面上说，对吧？那么就只能是互相下黑手，玩党争，玩这些东西。而西方的这种政治吧，甭管民不民主吧，就是它大量的事情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和沟通的。啊，讨论沟通之后的话，实在不行就大家投票啊，或者说我不玩了，然后也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他也可以退出来，所以不会像国内似的搞得那么你死我活，对吧？这个还不叫国内，就是中国历史上那样吧。咱们这样说应该是比较比较安全的方法啊。刚买了一个二手的华硕 Chromebook 啊，型号是这个啊，价钱是300块当玩具，在国内嘛，还这种东西有啥好玩的？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里根啊？这个他就成为第一个川普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成为第二个里根呢？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这里了？哎，这个斩草不除根嘛，对吧？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咱们一定是斩草除根嘛，就是没有规则，对吧？没有规则的话，就是你去伤害别人的时候没有规则，你就要防备别人没有规则的来伤害你。那这种情况只能是斩草除根。我也这么觉得，举手投票，而且如果没按没有如果按照封建王朝的角度去看，哪有皇帝不喜欢下面人吵架的啊？这个是皇帝自己要坐稳江山的一个叫帝王心术吧，对吧？但是这个对于整个国家治理啊，以及国家解决问题，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对吧？一帮人在那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像美国人这种稍微傻一点挺好的。川普谈下来各种对美国优惠的条件，给未来的美国带来长久福利啊，这个不太好说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看了蛮多的美国总统传记的啊，就是他们一旦是出现像川普这样的大满贯状态，就是总统是他，参众两院都是他，然后呢，通常就会飘，然后一飘呢，他的中期选举就会有问题。这个当然也要看这一次呢，就算是他能够在这个配票黑帮的帮助下吧，然后能够把大量的这个条件搞得很好，其实还有很多的民主党左派也不喜欢他这样的这种特别过激的玩法，对吧？人家原来有一大堆可能90多种性别，现在一下就剩俩了，那你让剩下的人咋活嘛？
对吧？肯定还是会有人去反对它的。星际之门说的基建，除了机房，还有啥别的吗？包括电力建设吗？这东西是专门 OpenAI 建，还是为国家建？有可能会包括电力建设吧。这个因为美国现在的电肯定是没法把这些机房都烧起来的，那他就在建呗，建，而且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为国家建的啊，人家都是私营的，对吧？你说我这儿有一个电力缺口，然后愿意花多少钱买电，对吧？其他人看，哎，这个生意还不错，那我们就在旁边建一个呗。所以它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事情。中国最有机会变成硅谷的应该是湾区，有没有名校其实还好，主要是有钱与土地，还有政策啊。这个你所谓的湾区呢，应该是深圳那边对吧？深圳湾区人才密度还是低了一些，我觉得要变硅谷还是要有人才密度的。晚上好，在机场看直播啊，很神奇，这是要奔哪儿啊？基建包括电力和水源啊，要水源干嘛使？哎，这个我一直没太搞懂。说这个 AI 算力特别费水啊，这个但是我没仔细去看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费水？对，这东西肯定是私企投资，跟国家没有毛关系的。如何看国内 CDN 的未来前景？卷呗，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感觉川普推星际之门成不成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拉动投资、产业、就业。是这个肯定是很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核心的这些关键技术人才到美国去。昨天还在跟人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这个 DeepSeek 的事情。什么呢？就是 DeepSeek 给他干活的这些人，本来应该都在美国，对吧？如果不是拜登啊，把这个中国留学生、中国这些学计算机、学自动化、学人工智能的这些留学生的路给堵住了，这些清华、北大的这些学子啊，这些博士就应该在美国念书，应该在美国干活了，对吧？但不一定说这些人到了美国还能做出 DeepSeek，但是呢，这个比例肯定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应该好好的干嘛呢？把非法移民都干掉，对吧？然后呢，再让很多全世界的这些有学习研究能力的人去了以后，给他们发绿卡，把这帮人留下来啊，那这个才是美国能够成为下一班啊或者下一个时代领导者的一个核心关键。怎么每天都指明方向？那对啊，那方向是还是需要指一下的。韩国围棋的事儿没看啊，我们不太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电力方面，不是说美国电网不行，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电力设施，那么就达不到服务承诺程度。呃，美国的电网肯定还是叫什么呢？就是按需建设呗。你没有需求，你建了，它不也亏钱吗？有需求，人就建呗，建了能挣钱，它就是个很简单的一个生意嘛。热交换器散热用水，所以废水，瞎猜的。有可能吧，但这水不能循环吗？他又不是说真把这水弄脏了。有传闻说 DeepSeek 让梅塔很慌，训练成本还不如一个高管的年薪啊，是这样的。这个据说是梅塔内部的人去发到一个匿名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帖子，在写这个事儿，说他们不但是有这个好几百万美金，但是他们是花了400万美金把这东西训练出来，还是说几百万美金训练出来？说这个梅塔有一些高管的年薪就已经超过这数了，对吧？这个据说扎克伯格在前面的一个访谈里还说：“哎呀，这个东西为什么没出在美国呢？这东西应该出在美国呀，对吧？因为做这个东西的人都被拜登拒之门外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这些人到了美国的话，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水源主要是用于冷却，那它冷却完了就把这水倒了吗？还是就蒸发了？还是怎么弄了？因为你冷却了以后，它并没有变脏啊，稍微把它放凉了一点，不就又可以用了吗？谷歌不是很多扔海里，应该是微软吧？微软是把一堆服务器扔海里了。
玩游戏是台式电脑好还是笔记本好？肯定是台式电脑好。现在已经知道 DeepSeek 没那么玄乎了，但是 DeepSeek 最近新出的 R1还是挺好使的，特别是我做了那个，就是我拉了一个 R1蒸馏的那个多少32B 的版本到本地，效果还可以。然后现在我已经有大量的项目迁移到 DeepSeek 上去了，因为便宜啊，然后效果跟 OpenAI 比起来，已经相差仿佛了啊，比较接近了。大量蒸发哦，这样的。我昨天第一反应也是 Chromebook，不知道 Operator 能不能避免 Chromebook 的命运。另一个 AIOS 的入口，我觉得眼镜有希望。我是不相信眼镜的啊，我对眼镜这个事情极其不看好。随着工程技术进步，GPT 芯片会越来越省电，不一定电力需求越来越大。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呃，推理芯片其实现在确实是在变得越来越省电，但是这个训练芯片还是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费电。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这个4纳米再往下的其实已经有点难了啊。这个英特尔号称是可以搞出1.4纳米来，咱们等着看吧。DeepSeek R1好像说可以赋能其他开源模型，对，DeepSeek R1是可以直接做蒸馏的。是谷歌很早就扔了不少服务器到海里，好多年前看纪录片啥的啊，他们为了节省电力和水，因为散热问题，哦，好吧，看来都在干这个事儿。哪个 IT 大学毕业的？还有你当前是什么文凭？你想干嘛呀？这位朋友，你到底想干嘛？你准备给我发 offer 吗？对吧？准备给多少钱？先说说。首先是要有水，其次这些水循环，也要搞得很干净，处理那些啊。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冷却水是比较容易搞干净的，因为你没拿它去干别的，你也没往里融东西。猎头公司看上老范了啊，行啊，先看看有什么好职位，对吧？多发点钱。老范怎么看 DeepSeek 这个团队？为什么是这个团队做出来了？像一些大厂反而不行，我感觉越是大厂越做不出来。你现在别管是 DeepSeek 还是 OpenAI，其实都是说给年轻人赋能啊，让年轻人自己去想方向，自己组成小团队，自己往前做。而大厂的话，都是要求路径确定啊，投入产出能够这个在可控的范围内。你按这种方式，就永远做不出像 DeepSeek 这种东西来，也很难做出 OpenAI 这样的东西来啊，这个就是如此了。你像这个谁，马斯克的 XAI，对吧？说，哎，我们要干了，我们要干这件事儿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找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啊，就是谷歌的叫 Ajax 啊，那个方案，谷歌的 JAX 啊，JAX 找了这个方案，说来，咱们在这个方案上开始训练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这个数据，有的是这个 GPU，咱干吧，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大家就不可能出一些很新的、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对于像美塔这样的公司也是如此，它上面有个老大，叫杨乐坤，那你这种人，下边所有的人就肯定是说以杨乐坤为马首是瞻，对吧？那你说什么咱就干什么，他说要这个直线的训练大模型，接着往前走，然后去玩这个，考验这个 scaling law，那咱就干呗。那其他人有什么想法，你也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就如此了。好好了解 IT 行业，做个略懂的外行，所以从这儿入门了解。别啊，咱这儿主要提供的是情绪价值，是开心的。这个你要想了解 IT 行业，找地儿上课去。OpenAI 做 GPT 的时候，也不是，大厂放权对于大厂来说等于失控，是的，大厂是不能接受失控这件事儿的，对吧？这个就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叫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他们能够把这事儿做起来。
好，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1个半小时啊，还剩一点点。川普这次宣布 Stargate 时提到了天然气发电，这是目前的一个数据中心方案。天然气发电可以随时启动或者随时停止发电，避免了电力不能储存的短板。此外，德州那个中心也会搞太阳能加储能。嗯，哎，德州是自己产石油和天然气吗？因为我对美国地理就完全不了解。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产油国嘛，但是这次这个川普不是说要重开油井，然后要重新去挖这些东西吗？那美国到底是哪些州是产气、产石油的？那他就就近搞呗，像中国当时搞的叫坑口电站嘛，就是在那个煤矿的坑口上就直接整那个火电站，对吧？整这种玩意儿，这个才是最近的方式。就是火电是随时开随时关，风电呢属于不稳定，这个太阳能呢就是白天开晚上关，对吧？那这个事儿它就只能靠储能才能搞定这个事儿。核电就是一直开啊，不能关，对吧？这个是大家不同的性质吧。水电好像应该也是按季节来。OpenAI 的降质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解决不了啊，我在这儿 OpenAI 也是经常的不稳定。怎么看 TikTok 的算法？是数据质量更重要，还是算法更重要？这个可能我的答案会让你感到失望啊。在这个里边，人更重要。就是 TikTok 不是一个程序，TikTok 是一群产生内容的人，一群研究算法的人和一群运维的人，他们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社区。然后这些人在一个半吊子算法的这个协同下，然后呢，才可以一起走到今天，对吧？他不是说几个天才写出了一个神奇的算法，然后你们来用吧，不是这么回事啊。很期待川普开发页岩油，页岩油好像是东岸，东岸就是纽约那边吧，东南海里石油增长，俄罗斯想打都打不下去了啊，好吧。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这么多年积累了海量的用户网上通讯数据，都可以用来训练。这个中国的训练数据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没有那么容易。你比如说最近豆包1.5大模型出来，但是我还没有试啊，就在讲这个事情，说你看我们啊，所有的数据都是自己的，没有用任何其他的大模型产生数据。你想他手里有抖音，手里有这个今日头条，那可不都是自己的数据吗？德州 Midland 啊，大量油气储备啊，然后是墨西哥湾很多海上平台，现在不是叫美国湾了吗？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叫美国湾的吧？算法2021年就开盒了，一直被媒体神化了，其实就是靠人力。对，这个 TikTok 算法绝对是越人工越智能的一个典范。拍摄 Vlog 用什么啊？Pocket 3啊，我建议你用 Pocket 3。德州和附近是产油产气的地方哦，看来还真是这样。此外还有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就很北了呀。这个川普大概率要开发阿拉斯加啊，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我觉得那么冷的地方去盖机房实在是太棒了。美国现在一天1300万桶的产量，再提高也没有意义了吧？有意义啊，可以把油价打下来呀。TikTok 老美买过去，算法的效果还会保持优势吗？是这样啊，就是 TikTok 有50%的股份本来就在美国人手里头，现在只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调整而已，对吧？然后算法的话，估计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团队来搞定，对吧？这个否则没法赚下去。中文语料不太行啊，祸从口出。而且中文语料有的时候要求哪些内容全部消失啊，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
TikTok 的成功啊，是不是说明 AI 时代中国也可以在应用上卷赢啊？我觉得是的。TikTok 没啥真正的算法技术的优势。句号，你也可以这么讲。前几年国内的聊天记录被国外黑客脱库，后来我尝试着关注过那个黑客的 Twitter，啊，这个挺多的，这个很多的内容实际上都在外边飘着，机房直接化冰，温室气体都不用了。阿拉斯加嘛，你说的是。楼上说东海岸页岩油是西弗吉尼亚，哦，看来有人明白这地理。那个聊天记录不是某个公司的，是各个大公司 IM 聊天软件聊天记录的大集合啊，有可能，有可能。很多美加的中小学在用 Chromebook 啊，好像当时谷歌是捐了一些，那就是张一鸣管理的成功结果。也是这个叫什么吧？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超级 APP 的成功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富盛最近在硅谷出席 AI 大会，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在硅谷出席了 AI 大会，你还想说明啥？他又不是什么神仙。中国东北冬天那么冷，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有啊，也有一些，但是中国东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是这个中国整个的网络的最顶点上，所以呢，在全国的其他地方获取这些数据都很慢啊。因为我们以前做游戏公司的时候处理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东北服务器上的这个服务在其他全国处理起来都很慢。大国应用数据的一大短板是企业数据资产不行，只是用微信、抖音数据训练，那不是训练出一堆韭菜啊！这个我觉得你对于数据训练还需要再稍微的研究一下啊。这个你像这个谁呢？这个 OpenAI 训练的其实大量的是这种叫出版图书、未出版图书什么好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后面呢再不断的去补入一些新的东西进去。像百度最早的这个语料库是哪来的呢？是标注人民日报，对吧？就是你最开始的语料库一定是最好的啊。然后这个就是百度的核心价值就是靠人啊。当时我记得标了几年那个人民日报，就是各种分词，因为中国需要分词嘛，这特别讨厌。就是他对人民日报做了一次分词，找了一堆的这个语言学家、大学教授，然后用了几年的时间，然后把我忘了是10几20年的人民日报全都处理了，对吧？这个是最标准的中文啊，其他的就都是慢慢的在这个库的基础上去补充出来。未来如果分布式 AI 推理可以大规模应用的话，数据中心建在居民区附近，为居民提供供暖啊，这个其实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推理这件事儿吧，对于性能的要求并不高，因为它推理本身挺慢的。然后那个你稍微等个这个几百毫秒，或者是更慢一点，等个1秒再出来，其实差异不大的。如果你等个1秒再出来的话，就完完全全可以把它布在这个其他大陆上，对吧？你像我现在坐在帝都给大家做直播，你们也没觉得有多慢，对吧？所以这种推理的不需要特别近，真正需要部署在居民区附近的，或者说每个城市需要部署的是什么？就是 CDN，其他的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件事儿。西弗吉尼亚是煤矿地方啊，川普估计也要提升煤矿，好吧？哎，美国这些煤矿还没挖干净，中国好多煤矿都早挖干净了。林毅用炒股群训练，1个月亏损2万啊，这个故事不知道啊。好了，那么还有没有啊？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都是西部高原低温地方啊，这个其实不对的啊。所谓东数西算，这个数据中心的是东数是这个很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布 CDN 啊，然后西算是把算力中心部署在西部的能源产地，比如山西啊，比如说其他的新疆的这种这个什么石油产地啊，要布置在这种地方，而不是说那儿冷，而是那儿产这个能源。一会儿结束了，能总结一下今天说的主题？刚刚没听到。
你还是回头顺着听吧，而且礼拜一、礼拜二会放这个切段的啊。数据中心放东北，不如放高海拔山顶，比如北京的这个北京灵山没多高啊，这个不会吧？夏天手机动关机应该不至于。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机房呢放到这个还是离能源近一点的地方啊，其他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的意思是，储能散热方面用数据中心余热来供暖，我觉得在阿拉斯加可以干这个事儿啊，但是其他的真不好说，没必要。AI 应用到底需要专门的操作系统吗？不知道，因为现在 AI 连具体怎么用大家还没想明白呢，怎么能就有专门的操作系统呢？端侧 AI 用 NAS 连接解决存储问题，AI 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存储。美国为什么搞那么多的数据中心呢？因为企业大规模开始针对自己的数据优化训练。这个比方是大学图书馆训练了大学生，然后公司还要继续训练合格的职场人。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训练大数据训练大模型这件事儿呢，包括这个大模型微调这个事儿本身的必要性没有那么高，不需要大家都去干一次这个事儿。就是你现在再去找新的数据去训练新模型，其实已经意义没有那么大了。你这些所谓的企业大数据呢，去做 RAG 就足够了，RAG 的效果其实已经完全够了，那个成本是很低的。我自己做了一个类似于抖音的 APP，如果想学习 TikTok 那样的推荐算法效果，有什么推荐的可看的资料吗？比如说怎么这个堆人效果更好？这个关键你做这种 APP 干嘛呢？没有任何意义啊，对吧？难道你还惦记出去把 TikTok 再打一遍吗？你也打不动它，对吧？如果用户少的话，你就不用做什么推荐算法了，大家这个随便看看就完了。春节有空啊，这个多和聊天这个，但是我春节要回娘家啊，这个未必能够有很好的网络跟大家聊天反正我春节看吧，如果有空我就网络也还可以的话，就无主题开啊，然后就随机的开开，然后呢想是聊什么咱们就聊啊，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个川普币，咱不是做了节目吗？没有好好看节目吧？回去赶快补课去。广州2023年提过一嘴，用余热供暖没下文了。广州需要供暖吗？那么热的地方，有啥好用、免费好用的 API 推荐吗？API 谁的 API？不知道啊，你在说的谁的 API？盛大现在什么状态？盛大现在卖了呀，对吧？盛大全球研发中心都卖了呀。这个他短剧什么还在投，有几个比较大的短剧就是他投的。马斯克要做超级 APP，是否说明 AI 时代移动互联网 APP 还有戏？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在任何的时代，流量永远是核心。范总看好小米的股票吗？最近几个月翻了一倍，小米汽车板块有没有完全在市值里体现啊？这个我觉得小米汽车今年还要再上一款新车 SUV 上来，应该还可以再大卖一轮。而且小米汽车现在惦记出海，对吧？你像小米在全球是有这个专卖店的，如果小米汽车能够在全球开卖的话，以它那个价格和品质，有点吓人啊。都不是北京人嘛，我4岁来的北京，你说算不算北京人？这个用户少的时候，按更新时间推荐就好了啊，不然刷来刷去就是那几条，挺尴尬的。是的，现在冬天南方也冷嘛，但是广州我觉得冬天还是可以穿短袖的吧。TikTok 有机会被马斯克收归囊中吗？没戏，想都甭想。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相对空白的市场，DAU 做到80万左右，但是推荐一直差强人意，不太懂这块儿。啊，有80万，我觉得你做点情色类的或者什么的也是有的啊。
推荐其实80万人对推荐的要求不是很高，网上有开源的，自己去找几个吧。当时我们投 Musical.ly 的时候呢，他们推荐算法也挺累的啊，也挺笨的。后来是被这个谁被字节收购了以后，用了字节的推荐算法，所以我跟推荐那帮人没怎么打过交道。节日看什么剧呢？没想好呢。NAS 在 AI 时代有没有机会？没什么机会啊，NAS 还是一个挺小众的东西。Gemini 的免费试用 API 和 DeepSeek 的 API 应该都可以啊。API DeepSeek 还是要收费的啊，DeepSeek 只是比较便宜而已。马斯克要收购英特尔我觉得不会被他收购的，他也没那么多钱。我觉得孙正义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冷不会穿衣服嘛，这个北方还是要搞东西啊。不同意老范对训练的看法。当然，我只是分享美国目前的趋势。目前的趋势之一似乎不是把数据中心放在寒冷的地方啊，散热似乎不那么重要。放在几千公里外的阿拉斯加，或许网络延迟太大。阿拉斯加好像也产石油吧？好像是这样的啊。就是对于训练来说啊，或者对于这个推理来说，对于延迟不是问题啊，因为它并没有那么高延迟的这个就是低延迟的要求。他们就是放在这个什么地方最好，就是能源产地附近。你比如说我这儿产了石油了，我就在旁边发电，发完电以后呢，就直接把它烧掉啊，这个是最棒的。就是你运输这个电本身是很贵的。马斯克买了 Twitter，花了钱才有流量，不花钱怎么有流量？但是你要想清楚啊，马斯克是全资收购了 Twitter，而且退市了，对吧？他才可以拿着 Twitter 的流量想怎么玩怎么玩。但是像这个 TikTok 的话，现在要的是50%。什么叫50%呢？你想没想过？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51%啊，这不是废话。意思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制衡的。就是美国也不可以说我想怎么办怎么办，中国也不能说我想怎么办怎么办，对吧？这就叫50%。这种东西马斯克才不看呢，马斯克所有东西都是我100%，对吧？他跑到中国盖特斯拉工厂的时候，就去找当时的上海老大李强，就说：“哎，你如果一定要让中国占51%，那我就不来了啊！你必须给我100%，否则我就不在这干。”那最后就同意了，说那你就100%吧。他在中国上海建了个特斯拉工厂，对吧？所以马斯克如果买不到100%的东西，他压根都不会下手。英特尔现在没啥自己的杀手锏啊，它是美国政治正确而已啊。这个我觉得买英特尔的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把它涨平了啊，因为前面估计有很多人吃空想，如果后边没有人买的话，这个窟窿会爆的。NAS 是中年人三宝，NAS 钓鱼始祖鸟，但我看到还有人讲旁路由的啊。过节推荐一下，真的不一样啊！这个没看过，挺搞笑的，好吧？想起一个冷笑话：孤男寡女在陌陌相识、相知、相谈甚欢，最终加了微信好友。我觉得80万 DAU 最好想想视频以外的事情，不然生命周期会很短。是的，去地球最下面的国家啊，最下面哪儿？南非吗？我可不是说延迟和训练的关系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要这个各大企业自己训练点小模型呗？那最多也就是拿 Llama 的这个架构或者是 DeepSeek 的架构自己去整一点这个微调一些模型出来吧，这个还是有的啊。因为我们也见过一些 To B 的企业来干这件事儿，但是这个呢，我当时也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儿啊？他们当时给的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对模型进行微调的目的呢是。这个让模型能够学会怎么说话啊，或者说在你们这个行业内各种黑话呀什么这块要学一下，然后等学完了以后呢，真正的需要大规模的应用新的内容、新的数据的时候呢，还是要做 RAG，所以呢，他们不会去把这种很大的模型去微调掉，他们可能很多微调的也就是这种，比如说7B 啊、8B 啊这样的模型去调一调，这种模型其实调起来并不贵。这个因为我记得原来试过一个7、8B 的模型，你要是数据量不是很大的话，就是 JSON-L 文件给的稍微小一点，可能有个几百美金就调出来了，然后时间也不长，对
对吧？只要这个基本上就够用了。下面就是做完 RAG 以后，然后最后让这个模型过一遍手就完了啊，它就可以像行里人一样去说话啊，就干这么个事儿。TikTok 是80%在美国人手里啊，这个你想它现在20%在 Oracle 手里头，然后上面80%是在那个字节手里边，然后字节自己还有58%在各种美元基金手里头，所以它这个就是看后边怎么调这个东西了啊，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 Win 为啥没收起来，没发展起来？这个原来我们还研究过这个东西，当时也想在国内抄的啊。那个时候是在2012年想去抄这个东西，我觉得当时的整个的网啊和这一块还没有特别发展起来啊，而且呢，当时就是一帮科学家在做这个事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帮的科学家，然后抄完了以后呢，总是想我怎么能够在技术上再实现一点。其实好多的这种系统啊，它跟技术没关系，就是当时 Win 那一波最后起来的是什么，在国内是那个什么 GIF 文件啊，搞笑 GIF 最后起来了。然后当时我们也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 GIF？ 说这个东西技术落后，然后呢这个东西耗流量啊，这个东西这个占的体积更大啊，找出了一大堆理由啊，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说这个平台的技术只是平台的很小一部分。这个内容才是这个本身的核心重要的内容，对吧？他没想到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科学家干事儿是干不好的。中国人搞应用还是有点厉害，虽然底层技术不行。哎呀，我告诉你，当时 Win 一堆人抄，就是在那个 Musical.ly 之前，大概很多的人在搞这个事情，包括直播也一堆人在干，然后。光新浪做类似这种项目的人做了一堆，然后最后都死了。假期主要还是逛吃逛吃啊，挺好的啊，不是南非是南极，南极没有国家。7B 左右的模型，我觉得实用性不高啊，指令服从性太差了。其实还可以，还可以，最多你去训72B 吧，你拿72B 训一个，可能有个几千美金也出来了。啊，拿它调一调，你不要直接训，拿那调就完了。以后 AI 会有很多硬件应用，延迟有点问题啊，延迟就有点问题搞大了。很多硬件就是它核心算还是要在本地算。MOE 里那个负责调度的模型叫什么？叫门吗？这个技术到了哪个规模？差别不大，抖音起来是运气，也是烧钱，这个其实还不太一样啊。抖音起来呢，还是有挺大差异的，就是它，当时那一波呢，也确实是有运气成分在里头吧。就是他们的首先产品能力也很强，后面有没有可能把数据中心卫星轨道上通过太阳能发电，然后用星链传回地表？我不知道在太空里它怎么散热啊，这个事儿我不太懂。回头下次可以问问土拨鼠啊，这个但是你想，这个东西每公斤啊或者每吨上去多少美金，现在是也得几百万美金吧，能够把一公斤还是一吨的东西送上去，不划算啊。现在搞数据中心似乎已经来不及玩那么太细腻了，太空游戏了。是的，AI 硬件主要还是在本地算。现在 AI 硬件呢，也要看啊，也要看。其实我一直觉得 AI 硬件是有很大问题的一个东西。怎么看组织架构这个事儿对公司表现的影响力？比如 IPD、集团化。这个 IPD 是什么？我们原来搞过这个 IPO 然后搞过 HBO 啊，集团化也搞过。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中国其实都没有那么有效。对，因为中国其实核心还是人治，对吧？那么人治呢，就所有的规则起效果的都是很少的。太空散热效率比水冷高太多了，但是它没有散热介质啊，就是太空里头也没有空气，也没有这个水，
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热量传递出来，然后到外边去散射呢？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啊。太空里面当然是靠热辐射散热，对啊，但是你里面可能还是要靠，比如说金属钠呀，或者用这些东西能够把这个热从这个机箱内部带出来。但是你辐射散热这个事儿呢，你是不是需要巨大的面积啊？而且在太空里头，迎着太阳那一面是不是本身就很热？如果硬件是本地算，那么岂不是更加需要本地训练啊？它不需要，本地根本就不训练，本地都是训好的模型，然后处理有限的数据。我就是很好奇，都拿 NAS 干啥？敏感资源，别拿，呃，国内的盘不就完事儿了？什么意思啊？电影之类的，其实还是 PT 方便，没搞清楚 NAS 有啥用处？NAS 还是挺好玩的啊，我现在家里头 NAS 还是干的挺多的事情的。热啊，本质就是热红外，把热量传到机箱表面就好了。但是你如果面积小了，是不是效率也是不行的？SpaceX 开始直播发射了，啊，又开始直播发射了。近距离看屏幕14寸类还是16寸类？这个真不知道啊。这个因为我现在已经老花眼了，别问我这个问题。NAS 可以做阵列，数据可靠性和隐私性共存，而且数据真正在自己手里啊，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数据在自己手里 ，AI 硬件不是老罗那种 AI 硬件，那我不，其实老罗那个自己也还在摸索吧。可以在同步轨道啊，一直藏在暗面。不对啊，同步轨道是一会儿天亮一会儿天，就是同步轨道是跟地球同步啊，它怎么可能一直在暗面呢？你这个讲的是不对的。好，今天人不多啊，但是聊的还是蛮开心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周末愉快，也提前新年快乐啊！应该新年之前还会有直播吧？礼拜三没准还会有啊，然后礼拜天有，没准还会有。如果能把算力设备发射到太空啊，这个太阳电池的背面啊，这个我们就不再研究了啊。太空当然要散热，卫星对着太阳一面温度很高的，是的。网盘太容易和谐了，是啊，迎太阳面遮住啊，这个我们不研究了。好，再见，新年快乐，手在这儿呢，好。